或许你曾无数次叩问，来到这世间并非出自你我的选择，表面看是父母的结合赋予了我们生命，但往深处探寻，在1/10000的概率里，为何是这对父母在那个特定的瞬间让你得以降临？换一个时空，换一对男女，似乎便不会有此刻的你。中国人常说天意，这2个字里藏着对生命无常的敬畏与洞察，仿佛我们都是带着预设的剧本，肩负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使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送至此。那么离去呢？医院的走廊里，每日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人们将原因归结于疾病、意外或是衰老，可这些终究是表象，从更辽远的维度看，或许仍是天意。当一个人在世间的功课做完，当既定的时限来临，便会以某种方式谢幕。这便是老人口中天收人的深意，它并非毫无征兆，而是在生命尽头降下一些启示，提醒着当事人，也告知着周遭的人。这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生命程序的必然走向。第一种迹象，突如其来的重疾。民间有句俗语，阎王要人3更死，谁敢留人到5更？许多人将其归为迷信，却不知其中藏着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知，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生命节律。医院的病房里常有这样的故事，昨日还与家人笑谈下周的旅行计划，今日检查单上的晚期2字便击碎了所有憧憬。当事人不解，自己向来注重养生，年年体检，为何厄运偏偏降临？家人哭求医生，终究无力回天。这便是生命的隐喻。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支蜡烛，长短各异，但熄灭的瞬间往往猝不及防。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恰似吹灭烛火的那口气，于世人眼中是撕心裂肺的悲剧，于离去者而言，或许是解脱。尘世的牵挂、不舍、恩怨早已成了沉重的枷锁，而命运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让他放下这一切，从毕生的劳碌中得以喘息。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这便是生命的常态。第二种迹象，猝不及防的意外。世界的公平与不公总在不经意间显现，有人走在路上能捡到意外之财，有人同样行于途中，却被天降之物夺走性命。人们称前者为幸运，后者是倒霉，却未曾深思背后的逻辑。中国人讲气运，这股无形的力量是生命的保护罩。当气运旺盛时，纵有惊涛骇浪也能化险为夷。正如历史上的伟人，总能在绝境中寻得生机，可当气运耗尽，这层保护罩便会变得稀薄，直至消失。此时，一块小小的石头便能绊倒行人，一场偶然的意外便足以终结生命。所谓飞来横祸，从来不是随机的降临，而是命运对气数已尽者的召唤。这便是结束，命中注定的关口。
气运强者可闯过去，迎来新生；气运弱者闯不过，便只能再次画上句点。当意外带走一个生命或悲伤之余，或许该明白，他与尘世的缘分已尽了。第三种迹象，偿还所有亏欠。一位道长曾说，没有亏欠，便不会相见。这句话道尽了人际缘分的本质。为何我们生于这个家庭而非那个？为何我们与某些人相爱，与另一些人结怨，皆因一个债字？这债并非简单的金钱往来，而是能量的纠缠，是缘分的牵绊。我们欠父母养育之恩，与伴侣有情债，与子女有因果债。你以为养育子女是单方面的付出，或许是他们在帮你还债，又或许是你在偿还前世的亏欠。世间总有这样的人，一生为父母操劳，为伴侣委曲求全，为子女鞠躬尽瘁，从未为自己活过一天。临终时两手空空，却带着平静或疲惫离去。世人多觉他们活得不值，却不知这正是他们的使命。偿还所有亏欠，就像一家公司，当账目结清，业务终结，便该关门谢幕。人也一样，当尘世的因缘纠葛，债务关系一一了解，维系生命的线便会断开。所以常有老人送走老伴，看着子女成家后便安然离去。他们的债还清了，该去往归宿了。第四种迹象，气数耗尽，自然终结。气运与气数一字之差，含义迥异。气运有高低起伏，可转可变，气数却是定数，是生命的总能量，如同手机电池的总容量。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带着一块生命电池，气数便是这电池的总量。寿命的上限早已注定，如何消耗这电量，全看个人选择。熬夜、暴食、情绪激动，如同开着高性能模式，电量消耗飞快。规律作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便是省电模式，能延长使用时间。但无论怎样省电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当电量只剩最后1%，生命便会进入衰减期，吃不下，睡不着，没力气，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那些长寿的老人，临终前往往并非因某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整体生命机能的衰退。就像油灯将尽，火苗自然越来越弱，直至熄灭。这不是病，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是气数耗尽的必然。第五种迹象，完成使命，安然谢幕。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带着使命，这使命无关宏大，并非人人都要如秦始皇般统一6国，如爱因斯坦般改变世界。普通人的使命藏在日常的琐碎里。农民种好1亩3分地，养活一家人是使命。老师教好几十个学生，传递知识与品德是使命。母亲用爱滋养孩子，教他们正直善良也是使命。使命没有高低贵贱，却各有其独特的意义。
一生的时光便是完成使命的过程，有人快有人慢，当该做的事都已做完，回头望去，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家庭，对得起良心，此生无憾，此时使命便已达成。这样的人临终时会进入一种祥和安宁的状态，无惧死亡，因为他深知这一趟值了，如同学生答完所有考卷，满意的交卷离场。这种离开是最有福气的圆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哪怕已至花甲古稀，只要父母健在，我们便仍是那个可以撒娇可以倾诉的孩子。天塌下来总有他们顶着，可当父母离去，我们变成了直面死亡的人，与终点之间再无遮挡。那条归途突然变得清晰可见。朋友是人生的镜子，看着他们老去，便知自己也在衰老。听闻他们离世，便似听到自己生命倒计时的钟声。时间的大河里，我们都是排队等候被冲走的人。身边人的离去，不过是让孤独的归途更早显露轮廓。血脉是证明我们曾来过的载体，基因、样貌、姓氏通过后代延续，可那独一无二的我，终将随着皮囊的消失而归于虚无。正如古人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被内心的我驱使，追逐名利，渴求爱与认可，再不甘，愤怒与悔恨中疲惫前行，却忘了生命本就是一场修行。一年有春夏秋冬的轮回，10年可见物是人非，50年能亲历生老病死，100年可见证家族与时代的兴衰。生命注定有缺憾，我们注定有限，注定要离开。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放平心态，接纳这一切。不必为鸡毛蒜皮的事动怒，不必为求不得的事痛苦，把每一天都当作修行，去感受阳光，去关爱身边人，去完成那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使命。如此，当终点来临，我们便能坦然说一句：我来过，爱过，奋斗过，无憾了。这便是生命的意义。当生命的终点以这些方式显化时，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天意二字背后蕴含的宇宙智慧。然而，理解这些迹象并非为了预知死亡，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深度。正如古人所言，不知生，焉知死。对生命终点的洞察，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在当代社会，我们往往被物质世界的表象所迷惑，忘记了生命本质是一场灵魂的修行。那些突如其来的重疾，表面看是医学难题，实则是生命在提醒我们，是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审视内心真实的渴望了。有位中年企业家在确诊癌症晚期后，终于明白，过去30年追逐的财富和地位，远不及病榻前妻子握着他手时的温暖来得珍贵。他在生命最后3个月里，找回了与家人相处的喜悦，这种心灵的富足，
比他一生积累的财富更有价值。这不是说疾病是好事，而是生命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我们去完成那些被日常琐事掩盖的重要功课。意外的发生则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与这个世界能量互动的真相。当一个人的气运耗尽，不是因为上天不公，而是其内在能量已经无法维系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让我们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在持续消耗自己的生命能量？那些无谓的争执、过度的欲望、负面情绪的积累，都在不知不觉中消耗着我们的气运。有位修行者曾说，保持内心清净，就像给生命充电。每一次善念，每一个利他的行为，都是在增强自身的气场。现代科学也开始认识到，积极情绪能提升免疫系统功能，这或许就是气运在生理层面的体现。关于偿还亏欠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总是忙于获取，却很少思考付出习惯索取，却不愿偿还。然而，宇宙的能量守恒法则从未改变。那些一生都在付出的人，看似活得辛苦，实则是在完成灵魂的净化过程。就像一位照顾患病父母10年的孝子，在旁人看来牺牲了大好年华，但他却在日复一日的侍奉中磨去了性格中的急躁与自我，获得了内心的平和与坚韧。这种灵魂层面的成长，是任何外在成就都无法比拟的。气数耗尽的现象提醒我们要做生命能量的明智管理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被无数碎片化信息争夺，精神能量在不断分散消耗。有位100岁老人分享长寿秘诀时说，我从不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这句话道出了能量管理的精髓。当我们学会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上，减少内耗，就是在延长生命的质量。这不是要我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是找到那个既能享受生活又不过度消耗的平衡点。完成使命的安然行，是生命最圆满的结局。值得思考的是，使命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一位普通的环卫工人，用整洁的街道为城市带来美好；一位小学老师，用爱心点亮孩子的心灵；一位社区志愿者，用温暖连接起邻里之情。这些都是使命的完成。当我们能够从更高的维度看待生命，就会明白每个存在都有其独特价值，每个灵魂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贡献着整体。站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生命的来去就像季节的更替，是宇宙自然律动的一部分。春天的萌发，夏日的繁茂，秋天的收获，冬日的沉寂，每个阶段都有其意义。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充满恐惧，是因为太过认同这个暂时的肉身，忘记了意识本身的永恒性。各种宗教和哲学传统都指出，死亡只是生命形态的转换，
而非存在的终结。就像毛毛虫化为蝴蝶，结束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开始。在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超越生死的智慧。延长寿命固然重要，但生命的质量更值得关注。有些躺在 ICU 里靠仪器维持的生命，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生命的延续。这时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尊严？或许当一个人已经完成今生的功课，安然放手也是一种智慧。这不是消极放弃，而是对生命规律的尊重。对于正在聆听这些文字的你而言，重要的不是预测生命终将如何落幕，而是如何让当下的每个时刻都活得清醒而充实。当我们开始以修行的心态看待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挑战，把每一次喜怒哀乐都视为修心的素材，生命就会展现出它最本真的意义。那位在病痛中学会感恩的企业家，那位在侍奉中磨去习气的孝子，那位在平凡岗位找到价值的环卫工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真谛。如果我们能把每一天都当作修行的道场，那么无论生命以何种方式谢幕，我们都能坦然面对，因为我们已经学会在有限中体验无限，在无常中把握永恒，在个体的存在中连接整体的意识。这时，死亡不再是可怕的终结，而是生命圆满的完成。就像完成一幅画作的最后一笔，不是结束，而是作品的完整呈现。在这个物质繁荣却精神迷茫的时代，重拾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命意义的清醒认知。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能在尘世的喧嚣中保持内心的澄明，在生命的无常中守住那份永恒的宁静。如此，无论终点何时来临，我们都能微笑着说出此生无憾。生命的奥秘远不止于此，每一次对生死问题的深入思考都会带来新的领悟。也许答案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中。当我们开始以灵魂的视角看待生命，就会发现所有的际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的结束都是新的开始。这就是天意最深的慈悲，它通过生命的有限性，引导我们去探索存在的无限可能。这无限可能的探索之路，并非指向外部世界的无尽征服，而是向内探寻的深邃旅程。它并非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更多的事，而是要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里活出更深的觉知。这便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踏上这条探索之路，将那些关于生死的哲学智慧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践行、可以踢正的力量？答案依然藏在那古老的词汇里，修行。但此处的修行不再是遥远山林中的神秘仪式，而是渗透在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念头、每一次与世界互动中的精微艺术。这门艺术的第一课
便是学会拥抱生命的苦难。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重疾、意外、亏欠等都可以被视为灵魂成长的契机。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个认知再深化一步。苦难并非仅仅是偶尔出现的特殊考验，它实际上是生命经验的底色之一，是与喜悦、平和、幸福相生相伴的必然存在。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不是因为苦难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对苦难的抗拒。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顽固的信念，生活应该是顺遂的、美好的，没有痛苦的。当现实不符合这个应该时，我们便会感到愤怒、不公、委屈，而这些抗拒的情绪才是痛苦的主要来源。修行便是要我们温柔地放下这个应该，去直面生活的本然面目。它教我们认识到，如同一年有四季，生命中也必然有寒冬。迎接寒冬的方式，不是幻想它永不来临，而是在温暖的日子里储备资粮，在寒风凛冽时学会生火取暖，并从寂静的雪景中发现别样的美丽。当一个人遭遇事业的重创，例如公司破产、职位被裁，世俗的眼光看到的是失败与落魄，他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与绝望，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此终结。然而，从修行的角度看，这恰恰是天意慈悲的当头棒喝。他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将他从对身份、地位、金钱的执着认同中剥离出来。在此之前，他或许认为我就是我的头衔，我就是我的收入。当这些外在标签被撕去，他被迫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抛开这一切，我究竟是谁？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如同一次灵魂的硬着陆。但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他才有机会重建一个更稳固、更真实的自我认知。他可能因此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开启了全新的事业，也可能因此懂得了谦卑与同理心，修复了曾经因忙碌而疏远的人际关系。这场失败最终成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让他从一个追逐成功的机器蜕变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人。同样，情感上的失落，如亲人离世、爱人背叛，也是一场深刻的见心明性的修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的执着与依赖。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了另一个人的存在之上，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当这个外部支点消失时，我们的世界便随之崩塌。佛家讲无常，道家讲自然，都在揭示这个宇宙的基本法则。万事万物皆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情感的苦难，便是生命用最惨烈的方式，让我们亲身体证这一法则。它迫使我们向内寻找力量，去建立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心灵家园。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安宁与喜悦的源泉时，
我们依然可以去爱，但那份爱将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纯粹。我们爱，是因为我们想要分享内心的丰盈，而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对方身上索取什么来填补自己的空虚。这样的爱才能真正抵御无常的风雨。因此，苦难如同一位严厉而慈悲的上师，他用戒尺敲打我们，打碎我们虚假的自我认知，打醒我们沉睡的觉醒。当我们不再逃避它，而是选择勇敢地穿越它，感受它，并从中学习时，苦难便完成了它的炼金术，将我们生命的凡铁炼化为闪光的真金。我们会在泪水中洗涤心灵，在逆境中增长智慧，在创伤中生出慈悲。在学会拥抱苦难之后，修行的第二层境界是掌握放下的艺术。放下并非消极的放弃或无所作为，而是一种高度的智慧与内在的力量。它意味着放下对结果的执着。我们努力工作，但放下对升职加薪的必然期待我们真诚待人，但放下对对方必须同等回报的要求。我们追求目标，但享受过程本身，而非仅仅为了终点那个虚幻的荣耀。这种心态能让我们从无尽的焦虑与患得患失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发心与行为，即因，而最终的结果则由无数复杂的因缘合而成。结果，这并非个人意志所能完全掌控，我们只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便能安住在每一个行动的当下。当企业家将目标从必须赚到1个亿转变为用心做好产品，服务好客户时，他的压力会骤减，创造力反而会大大提升。财富的到来往往会成为一种自然的副产品。更进一步，放下是对我这个概念的放下。我们一生都被这个我所驱使，为了维护我的面子、我的利益、我的观点，而与世界、与他人不断冲突，耗费了大量的生命能量。修行就是让我们逐渐看清这个我的虚幻性。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细胞时刻在新陈代谢，我们的思想观念是社会教育的产物，我们的情绪起伏不定，瞬息万变。我在哪里？它更像是一个由记忆、观念、习惯和角色扮演构成的集合体，一个暂时的故事主角，而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当这个认知升起时，许多烦恼便会迎刃而解。别人的一句批评，你不会再觉得是对你整个人的否定，而只是对你某个行为或观点的不同意见。你不会再为了证明我对你错而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你知道观点本身并无绝对的对错，只是视角的差异。这种对自我的消解会带来巨大的心灵自由，你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清澈的管道，宇宙的智慧与慈悲可以经由你更顺畅地流淌到这个世界。当我们的内在心境发生转变，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修行的第3个面向
便是在关系中修行。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无法离群所居。家庭、职场、社会，所有的关系都是我们修行的道场，特别是那些让我们感到困难和挑战的关系，更是我们发现自己盲点、修炼心性的最佳机会。那个总是惹你生气的家人，或许正在映照出你内心深处对控制的渴望；那个让你感到嫉妒的同事，或许正在点燃你未被满足的价值感需求；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他的存在则在考验你是否拥有宽恕与慈悲的能力。我们常常以为幸福的人际关系在于找到对的人，但修行的智慧告诉我们，关键不在于找到对的人，而在于成为对的自己。当你内心充满爱与平和时，你便能吸引和创造出和谐的关系。当你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不是一味指责对方时，争吵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当你能够跳出自己的角色，去真正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感受与需求时，连接便会自然发生。例如，在亲子关系中，许多父母的痛苦源于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希望孩子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而修行的父母则会懂得，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灵魂，有他自己的人生功课和生命蓝图。父母的使命不是去雕刻他，而是去滋养他，为他提供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环境，让他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这种基于尊重的关系才是最健康、最持久的。宽恕是关系修行中的一个高级课题。宽恕不是忘记，也不是认可对方的行为是正确的。宽恕是为了将自己从怨恨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当我们紧抓着怨恨不放时，就如同自己喝下毒药，却期待对方倒下。我们被过去的创伤所束缚，一遍遍在脑海中重演受害的场景，每一次重演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再伤害。而宽教术的行为是你对自己说，我承认我受到了伤害，但我选择不再让这个伤害继续定义我的现在和未来。我选择放下这块沉重的石头，轻装前行。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终极慈悲。当我们能够真正宽恕时，我们便斩断了与过去负面能量的纠缠，重新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力量。随着内在修行的深入，我们与自然万物的连接也会变得愈发深刻。这是修行的第4重境界，回归自然。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我们与土地、星辰、风雨、草木日益疏离，也因此失去了与生命本源能量的连接。许多现代人的焦虑、抑郁都与这种自然缺失症有关。有意识的回归自然是疗愈身心、补充气数的有效途径。这并不需要你辞职归隐山林，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为之。比如在通勤路上，不妨摘下耳机，去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在周末，去公园里赤脚走在草地上，感受大地的能量。在阳台上种几盆花草，
观察它们从发芽到开花的全过程。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自然时，会发现它处处都在向我们开示着宇宙的法则。一棵树，它从不焦虑自己长得是否比旁边的树更高，它只是深深扎根，努力向上，顺应四季，坦然接受风雨。一朵花，它倾尽全力地绽放，不在乎是否有人欣赏，它的美丽只为完成它自身的生命过程。一条河，它总是向下流淌，遇到阻碍便绕道而行，从不抗拒，最终汇入大海。自然的一切都在无言地教导我们何为无为而无不为，何为顺势而为，何为活在当下。当我们与自然的频率同频时，内心的焦躁与纷扰便会得到平息，我们会重新找回一种作为宇宙一份子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最终，所有的修行都将回归到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终极问题——死亡。然而，经过上述层层修炼，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它不再是恐怖的终结者，而是生命旅程中一个自然甚至神圣的环节。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修行的第5个，也是最高层次的证悟：与道合一。当一个人活在深刻的觉知与慈悲中，他便是在与道同行。他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尽可能地符合宇宙和谐的韵律。他不再有强烈的小我概念，而是将自己视为整体生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他明白，他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这个整体，他的喜悦来自于整体的和谐。这时，肉身的生死对他而言便如同换一件衣服般自然，因为他认同的不再是这个会衰败的身体，而是那个永恒不灭的流淌在万事万物中的生命意识本身。让我们再回看那5种迹象，对于这样一位修行者，突如其来的重疾对他来说是身体这件衣服已经穿旧了，到了该换的时候，他不会恐惧，也不会抱怨，而是会利用最后的时间，更深度地安住在觉知中，将身体的疼痛也作为观察的对象，体验生命最后的生灭变化。他的床前不会充满悲伤与恐慌，反而可能是一种宁静而庄严的氛围。他会用自己最后的状态为亲人上完关于坦然的最后一刻。猝不及防的意外对他而言是天意选择了一种最迅捷的方式，让他回归本源，因为他的心早已做好了随时放下的准备，所以这种突然的离去对他并无惊吓可言，只是一瞬间的形态转换，如同电影的戛然而止。虽然突兀，但对于已经看懂剧情的观众来说，结局已在心中，偿还所有亏欠对他来说早已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他生活的常态。他一生都在以爱与善意对待众生，他与世界的关系是流动的、清净的，不存在需要刻意还清的债务。他的离开就像一位付清所有账单的客人，可以随时优雅地走出餐厅，心中没有丝毫牵挂。气数耗尽，自然终结。
对他来说是最理想的毕业典礼，如同油尽灯枯，能量以最温和的方式耗散，回归宇宙。这个过程缓慢而平和，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与世界做最后的告别。他会像一片秋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燃烧出最绚烂的色彩，然后安静的、优雅的飘落回大地母亲的怀抱，完成使命，安然谢幕，更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使命并非完成某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将自己活成了一道光。他用自己的存在照亮了周围的人，传递了爱、智慧与和平。当他离去时，他并没有真正消失，他的光芒会留在他人的心中，继续闪耀。这便是最高意义上的不朽。至此，我们看到，通过一生的修行，一个人可以从对死亡的恐惧走向对生命的全然接纳。这条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它始于我们对生命意义最深的叩问，践行于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常，最终将我们引领到一个超越生死二元对立的无限广阔的自由境地。这或许就是天意通过赋予我们有限的生命所希望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的彼岸。而那个彼岸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内心深处，那片被智慧与慈悲照亮的永恒宁静之中。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